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舅舅，歡迎來到我的頻道。最近呢，我剛結束我的意大利旅行，所以呢，我想借此機會向大家簡單介紹一下意大利旅行10天7夜大致的花銷是多少。由於我生活和工作的重心呢是在日本東京，所以我所有的花銷呢會以日幣為主。但是不要擔心，我會在屏幕上添加人民幣和新台幣的換算金額。那麼我們就開始吧。首先呢，先給大家看一張圖表。屏幕上的這個圖表呢，簡單的介紹了我花銷的大致分配。其中最大的兩筆開銷是交通和住宿，交通佔比39%，住宿佔比36%。排名第3的花銷是餐飲，大概佔比9.7%。排名第4的是各大景點的門票，大致是7.6%。剩下的呢是一些雜費，例如簽證費用啊，海外旅行保險的費用啊，還有旅行用品，比如說去意大利要買一些防盜鎖、防盜掛繩之類的，還有一些在意大利購物時買的一些小東西的花銷，這三者合在一起不到8%。咱們先從交通費開始說起吧。說起交通佔比最大的，當然就是國際機票啦。我是從東京出發，中轉成都，然後去了羅馬。因為中轉一次機票會便宜很多，我是提前半年左右就開始查詢機票，然後鎖定了一個價格為115000日元的國際航班機票。大家覺得這個價格怎麼樣呢？我在搜尋直航的飛機時，價格已經高達25萬日元了，所以115000日元相當於一半的價格，我覺得還是挺好的。然後第二筆最大的花銷是來回羅馬和佛羅倫薩的火車票。火車票我是提前3個月就訂好了，原因很簡單，提前2-3個月訂的火車票可以得到5折甚至7折的優惠。於是我單人的火車票只花了9932日元，接下來還有來回機場的火車票，大概花了5000日幣左右。至於地鐵和巴士的花費不到2000日幣。因為羅馬和佛羅倫薩都是一個非常適合徒步的城市，我們大多數行程都是通過雙腳完成的，所以交通費的總共花銷是一個人129700日元。說完了交通，再跟大家介紹一下住宿的花費吧。這次10天的旅程有3天是在飛機上度過的，然後我們在羅馬住了4天，在佛羅倫薩住了3天。每個旅店的平均價格都是2個人1晚35000日幣左右。35000日幣左右，大家覺得這個價格怎麼樣呢？個人還是覺得非常貴的。我翻遍了所有的住宿軟件，要找到交通便捷的、安全的、住宿環境好的、隔音好的，所有的酒店，最後鎖定了這3間35000日元1晚上的酒店。是房间還是挺小的，但是離景點的距離都非常的近。我在羅馬的2間住宿都是在西班牙廣場附近。住在西班牙廣場附近最好的一點就是你可以徒步30分鐘以內到達任何你想去的景點，無論是羅馬廣場、是梵蒂岡博物館，還是許願池、萬神殿，都離得非常近，不需要搭乘地鐵，靠自己的雙腿就可以走過去，非常適合喜歡徒步的人。我發現意大利的所有賓館呢都不會為客人提供牙刷、梳子一類的塑料用品，所以最好是提前帶好牙刷、牙膏和梳子。然後大多數酒店都不為客人提供拖鞋，所以最好也自己準備一雙拖鞋。再來就是洗髮膏和沐浴露。酒店雖然提供
洗髮膏和沐浴露，但是我在第一家酒店的時候，由於他們家的沐浴露和自己的膚質不太匹配，第一天就起了濕疹，所以如果可以的話，最好帶上自己適合的沐浴露和洗髮膏。還有一點就是，意大利針對所有的遊客都會收取每人1晚6歐左右的城市稅。所以呢，在意大利旅行的7天，我們除了住宿費以外，還一共支付了一個人7000日幣左右的城市稅。這裡我想提醒的一點就是，大多數的旅店會在你入住的時候就讓你支付城市稅，一般是信用卡和現金都可以，但是一部分民宿會要求你只能支付現金，所以在前往意大利之前，最好準備好一定金額的現金，以免臨時找你要現金的時候不知道去哪裡可以換匯，非常的麻煩。在意大利的住宿呢，整體感覺下來，價格比日本要昂貴，但是住宿體驗沒有日本好，而且單間的價格和雙人間的價格其實差別沒有特別大。如果想節省開銷的話，比較建議2個人一起出行，然後平攤住宿的費用。所以呢，我們在意大利住宿7天的總共花銷是一個人12萬日元。說完了住宿和交通，該說說飲食啦。大家都知道意大利是一個美食之都，去了之後怎麼能不品嘗一下當地的 pasta， 還有披薩以及冰淇淋呢？我觀察了一下意大利的餐廳，大概最便宜的意大利麵的價格在13歐左右，披薩可能價格在11歐左右的樣子，所以2個人出行最少一頓也要花到25歐左右。然後你以為這樣就結束了嗎？ No。在點完正餐之後，首先他們會問你要不要喝水，然後當你發現周圍人都老老實實的點上一杯水的時候，你會迫於壓力給自己點上一杯飲品。當然喜歡品嘗葡萄酒啊、香檳的人點上一杯當然是沒有問題的啦，但是本人不太喜歡喝酒，然後也不太喜歡甜的東西，所以只能勉為其難點上一杯咖啡，或者點上一杯純净水。順便說一下，純净水的價格是4歐，主食加上飲品之後呢，餐廳還會在此基礎上徵收座位費或者是服務費。座位費的價格大概是在2歐到4歐不等，服務費一律都是10%。所以把所有的費用加上來，2個人去餐廳吃一餐飯的大致花銷大概會落在35歐左右，而且這是最基礎的花費，點的都是最便宜的意大利麵和披薩。如果你想再吃一點好的話，可能價格會攀升到50歐、60歐，甚至更多。由於我們在意大利的住宿都是不帶有廚房的，所以在意大利的7天，我們全部都是在外面吃飯。意大利的餐廳是非常貴的啦，但是你想節省費用的話呢，也不是沒有辦法。在這裡給大家提供2個 tips。首先，第一個呢，就是去尋找大眾食堂。大家可以在 Google 上搜一下評分非常高的當地的大眾食堂。它的風格非常的明顯，就是它会把披薩呀，包括麵包以及点點放在一個玻璃的櫥窗裡，感覺非常像中國的早餐鋪。相信大家看一眼就會明白，看一眼就會意識到啊，那就是大眾食堂。大眾食堂的消費比餐廳要便宜很多，但是味道還是非常棒的。我看見大多數的大眾食堂的評分都在4.8分左右，然後咖啡也非常便宜，1.8歐到2歐左右。在大眾食堂2個人吃一頓早餐的話，大概只用花11歐、12歐左右，還是非常划算的，而且味道也是非常棒的。然後給大家提供的第2個 tips 呢，
就是去吃意式三明治。意式三明治的名字是 Panini。我们在去各大景点的时候，经常会碰到一些外国人排队去买意式三明治，然后站在店门前，拿着一个非常大的，就是双手捧都捧不过来的一個三明治在那吃。但是你可能不會相信，那雙手捧的那一個三明治只是半份的量。當你買一整份的時候，你發現是2個那麼大的三明治，而且它的價格往往只需要8歐左右。所以你買了一個8歐的三明治，你可以把它分為2份，一份中午吃，一份晚上吃。你甚至可以跟你的小夥伴一人買一個不同的味道，然後相互 share 你的三明治，這樣你就可以嘗到2種不同的風味。我這次去意大利嘗試了非常多的意式三明治，因為意式三明治的變化非常多，你可以選擇各種各樣的麵包，包括它裡面的夾心的味道也非常的豐富，可以是豬肉的，可以是火腿的，可以是牛肉的，可以是雞肉的，可以是三文魚醬的。它還有各種各樣的醬料，包括還有我一直想嘗試的松露醬料，還有各式各樣的起司，你見過的沒有見過的軟起司、硬起司、羊奶酪起司。午餐的時候，你甚至會看到很多工作人員會排隊去買三明治。所以意式三明治呢，可以是一個本地化的、變化非常多樣的，甚至是可以為你省一些費用的一個非常好的飲食選擇。這次意大利旅行呢，由於倒時差的緣故，我們每天只吃了1頓正餐，所以呢，花費會相對少一些。我們這一次的餐飲，一個人大概花了32,222日元。好啦，接下來該說第4趴了。第4趴是景點門票。景點門票我幾乎都是提前1個月左右在網上預定的，因為在查攻略的時候發現，如果是當天去排隊購買的話，第一是會浪費非常多的排隊時間，其二就是常常會買不到票，所以幾乎所有的門票都是在網上預定的。在網上預定的門票費用呢，會相比線下購買會貴上一個人2歐左右，作為在網上購買的手續費。這次呢，我們一共去了6座博物館和美術館，其中包括烏菲茲美術館、羅馬鬥獸場、博爾蓋塞美術館、聖母百花大教堂套票，以及學院美術館，還有梵蒂岡博物館。所有的門票加在一起呢，單人的花銷是25,000日元。去了6座博物館，其中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梵蒂岡博物館和博爾蓋塞博物館。最後再講講我在意大利買了哪些東西吧。首先呢，我去各大博物館買了各式各樣的明信片，還有一個萬神殿的冰箱貼，非常喜歡。然後就是在羅馬市區買了各式各樣非常好吃的巧克力，2大袋巧克力什錦，以及黑松露醬和白松露醬，因為從來沒有嘗試過松露的味道，所以想買來嘗嘗看，然後就沒有啦。是不是非常克制呢？所以購物的花銷只有17,000日元左右。最後總結一下，我在意大利這次旅行一共花了多少錢？一共花了32.5萬日元。不知道這次費用的公開對大家有沒有起到一些參考的作用呢？
如果你喜歡這支視頻的話，不要忘記給我點一個讚，或者你有什麼問題的話，不妨在評論區跟我留言，你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動力。那麼今天的視頻就到這裡啦，感謝你的觀看，我們下次再見，拜拜。